先問你个事兒，一支世界排名才17、18位的亚洲球队，把5次拿过世界杯的巴西从头到尾按着打，一直打到补时最后1分钟，你信吗？昨儿凌晨在美国休斯顿，日本就干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他们先进的球，领着巴西踢了小半场，眼瞅着就要把这场淘汰赛拖进加时，离爆出一个惊天大冷门就剩下不到60秒。结果第96分鐘，巴西替补上场的马蒂内利一脚把日本的念想给捅碎了，2-1，日本又一回倒在了离门口最近的地方。这场球比分牌上是巴西赢了，可老马看完憋着一肚子话想跟你唠，日本这球到底输的冤不冤？那个赛後冲着自家球迷深深鞠躬的日本主教练，又凭啥让那么多人记了一整晚？今天咱不贪多，就盯着这一场，從頭到尾掰开揉碎了跟你說明白。先把赛前的盘口給你擺擺，你就知道這冷門有多大。日本世界排名才17、18位，擱亞洲是頭一檔，可放眼全世界排不上號。再看巴西，5次世界杯冠軍，世界排名常年前5，上一回捧起大力神杯還是2002年的事，球員就更沒法比了。巴西這套首發隨便拎一個都是響當當的大牌，就說那個邊鋒威尼修斯，身價1億4千萬歐打底，比日本好幾個主力加一塊還貴。整支巴西隊的身價9億歐上下，差不多是日本的3倍還多。所以博彩公司開盤壓日本贏的賠率高的離譜，潛台詞就仨字兒：巴西穩。可哨子一響，日本壓根沒按這個劇本來，日本一上來就擺出一副死守的架勢，行話叫低位防守，說人話就是全隊往後縮，擠在自家球門前那一小塊地方，跟砌牆似的，站得嚴嚴實實。中場那一大片白送給巴西，你巴西球星多，腳下細是吧？行，球都給你，可你在我門前這堆人裡頭，愣是找不着下腳的縫兒，逼得巴西要麼離老遠掄一腳，要麼從邊上瞎傳中。這些招數10回有9回都白搭。上半場日本就靠這堵牆，把巴西那些花活全給摁住了，憋着憋着，頭一個機會反倒落到了日本腳下。第29分鐘，巴西後衛達尼洛在中場一腳回傳軟了，球不偏不倚送到了日本隊佐野海舟腳下。說一句，這個佐野海舟前2年剛到德甲美因茨踢球，身子壯，搶斷胸，他拿到球一點沒猶豫，悶頭往前趟，3兩步就把世界級後腰卡塞米羅甩在了身後，衝到禁區弧頂，他抬腳一記低射，球貼着草皮直奔球門遠角。巴西門將阿里松一個箭步飛身去，夠手指頭是蹭的球了，可球速太衝，該進還是進了。日本1-0，從達尼洛那一腳失誤到球進網窩，前後也就7、8秒鐘。這就是足球場上最要命的一招，叫反擊。趁你大部隊還壓在對方半場回不來防，我逮着你一個錯處，幾腳就直插你身後那塊沒人看的空地，又快又狠，這恰恰是日本最拿手的玩意兒。整個休斯頓球場幾萬巴西球迷當場傻眼。1-0之後，日本這堵牆守的是真叫一個頑強。這裡頭最得記一功的是日本那個年輕門將，叫鈴木彩艷。整場球他一個人就撲掉了4次必進的險球，沒有他，日本根本撐不到最後。最懸的一下，在第53分鐘，巴西一通猛攻，卡塞米羅在門前一記頭球，又近又正，眼瞅着就要進，結果這球先砸在日本後衛富安健洋身上，彈到鈴木彩艷，又彈回富安腳下，富安抬腳從門線上把球捅了出去，門前好幾個人擠作一團，你墊一下，我擋一下，活活把這個板上釘釘的進球給攪沒了。整個看台的日本球迷呼啦一下全從座位上彈起來，看得人大氣都不敢喘。可巴西畢竟是巴西，這麼一直壓着，早晚得還回來。第56分鐘，巴西一記轉中找到後點，又是卡塞米羅，這回他身邊一個盯防的人都沒有，高高躍起一記頭球頂進了遠角，1-1扳平。這兒得單說一句，卡塞米羅他開場沒幾分鐘就吃了張黃牌，佐野那個進球他漏人也有責任，上半場踢得別提多擰巴，可把比分扳回來的偏偏又是他。老將這東西平時看不大出來，越到要命的節骨眼上越靠得住。扳平之後沒2分鐘，更嚇人的來了。第58分鐘，巴西的維尼修斯在左路連過好幾個人，晃開一條道就起腳爆射，球又急又往下墜。鈴木彩艷一個魚躍，指尖把球捅到門柱上彈了出來。這一撲是全場最漂亮的一下，也是日本能接着扛下去的命根子。日本這個年輕門將今兒真把自己豁出去了，踢到下半場，日本的軟肋就露出來了，體力跟不上了。你想啊，上半場為了把巴西摁住，日本全隊拼命三郎似的來回奔，這種打法看着穩，其實最掏空人。
腿一灌铅，那道密不透風的防線就開始鬆動。60分鐘一過，日本球員明顯追不上趟了，好些以前能堵上的口子，現在就差那麼一哆嗦。巴西的攻勢跟漲潮似的，一浪高過一浪。也正因為這個，賽後不少人埋怨森保一換人換得太晚，太求穩，說他要是早點把那2個腿脚利索的替補換上場，日本沒準還真能扛進加时。這事兒咱擱後頭再聊。先看场上，第90分鐘，常規時間踢完，第4官员舉牌補時6分鐘。給頭一回看球的朋友補一句，所謂補時，就是把這半場裡換人、受傷、球員慶祝耽誤的功夫，攢到最後一起補回來踢。牌子上寫幾分鐘，就再加踢幾分鐘。看台上的日本球迷全都攥得生疼，心裡頭就一個念想：再扛6分鐘，拖进加时就還有戏。可偏偏就在這要命的补时階段，日本在前場撈到一個任意球。任意球就是對方犯規之後，球擺在地上，由你重新開出來的那種死球機會。為了賭最後這一下，日本幾乎把整條後防線都壓到了巴西禁區跟前，就想多對幾個人頭搏一記。結果這腳任意球開得一般，讓巴西輕鬆解了圍。壞就壞在日本人全壓上去了，自家身後敞開一大塊空地，巴西解圍之後順勢就反搶。吉馬良斯中場一腳斜塞，替補登場，前頭一直沒動靜的馬蒂內利正好從那塊空地裡插上來，面對撲出來的鈴木彩艷，輕輕一推，球擦着門柱滾進了網，2-1。這種最後一秒才打進，對手連扳回來的功夫都沒有的球，行話叫絕殺。從巴西解圍到這球落網，前後不過幾秒鐘。你回味回味這一頭一尾2個球。開場是日本抓住巴西一個走神兒，電光石火之間一劍封喉。到了最後反了過來，是巴西抓住日本壓上去亮出來的後背，同樣電光石火一劍封喉。同樣是反擊這一招，開頭是成全日本的杀手鐧，臨了又變成了捅向日本的那把刀。淘汰賽的殘忍全攥在這一來一回裡頭了。絕殺那下，日本好幾個球員當場就蹲在草皮上，半天起不來。這邊巴西替補席全衝進場抱成一團，那邊日本的看台剛才還震天響的吶喊，一下子全沒了聲。從領先到被扳平，再到被絕殺，前後就這麼10來分鐘，一支隊的天塌了。中場哨一響，巴西那頭歡天喜地慶祝晉級，日本這頭主教練森保一領着一幫球員走到看台跟前，衝着大老遠趕來的球迷深深鞠了一躬。轉播鏡頭懟到森保一臉上，這位50多歲的老帥眼圈通紅。賽後發布會，森保一一句借口都沒找。他說：“我們不得不在這個階段就告別本屆世界杯，真的很遺憾，我現在特別難受，但我們會努力變得更強。”他說：“奪冠是我們的夢想，也是我們的目標，這回沒能做到。作為主教練，是我能力不夠，沒能把他們帶到那個高度。我想跟所有支持我們的球迷說一聲對不起。”他還說了一句特別戳人，他說：“我知道歷史不會對我們太溫柔，可只要我們能扛過今天，也許總有一天這段歷史會被我們自己改寫。”你品品這幾句，輸了球他沒把鍋甩給裁判，沒埋怨哪個球員發揮差，也沒拿什麼客觀困難當擋箭牌，一句是我不行，全攬到自己身上了。賽後好多人說，就衝森保一這股子認賬的勁兒，日本這一跤摔的都體面。一個當家主帥能把隊伍帶到跟巴西掰手腕的份上，最後1分鐘丟了球，他鞠個躬，把責任一個人全扛了。就這份認賬擔責的勁兒，能讓一個輸了球的教練硬生生贏回來一片尊重。哎，落到這兒插一句，喜歡老馬這麼一場一場給你掰扯的，順手點個訂閱，關注第一次看球。世界杯這1個月哪場有門道，老馬都給你嘮透。好，接着說，插一句正經的，老馬得給屏幕前第一次看球的朋友把一個事兒說清楚，免得你光顧着感動。日本这場到底算不算很多人說的創造歷史？老馬跟你說句大實話，論成績真沒有。這次日本是倒在32強，32強是這屆世界杯小組出現之後第一個一對一定生死的淘汰輪，輸了當場就打包回家，沒有第2回合。而且這一輪還是今年世界杯擴軍到48支隊才頭一回多出來的。日本世界杯踢了這麼多屆，最好的成績是闖進16強。到今天為止，他們還沒贏過哪怕一場淘汰賽。這次32強就走人，嚴格說，連他們自己最好那檔成績都還沒夠着。可你要光盯着這個，又把這場球看小了。真正讓人心裡堵得慌的是另一筆賬。日本這已經是連着第3屆世界杯在淘汰賽裡先領先，到最後沒拿下。
2018年对比利时，日本下半场一度2-0领先，眼看就要赢了，结果被对手连扳3个，2-3活活被逆转。2022年对克罗地亚又是先进球，咬到最後拖进点球大戰，結果點球沒頂住，飲恨出局。到今年對巴西還是先進球，1-1把對手咬到第96分鐘，最後一刻被絕殺，一回比一回近，一回比一回疼。每一回都走到了門口，每一回都被人擋了回來，所以這場2-1，它的分量不在比分，在那個差一點兒。一支亞洲球隊領先5冠王巴西小半場，把球踢到了補時最後一刻，離把巴西掀翻就差那不到1分鐘。這一下你說他是遺憾也對，可你再品品，這裡頭其實是底氣。擱20年前，亞洲隊跟巴西踢，能不輸個3-4個就謝天謝地了。哪敢想還能領先，還能逼到最後一秒，這就是為啥老馬說這球輸得讓人服氣。日本不是這一場突然支棱起來的。先說一個最有衝擊力的，2022年那屆世界杯小組賽裡，日本2-1掀翻過德國，又2-1撂倒過西班牙，倆都是拿過世界杯的世界冠軍。就在去年10月，又是日本3-2拿下了巴西，那是他們隊史頭一回贏巴西。再看這回來打世界杯的26個人，23個常年在歐洲的頂級聯賽踢球。一支這樣的隊，今天這場只是他一路往上爬的又一個台階。輸了疼，可這種疼，日本這套體系扛過好幾回了，疼完了，下回就更難纏。連巴西主帥安切洛蒂賽後都承認，這是巴西本屆踢的最完整的一場。換句話說，逼出巴西最好狀態的，恰恰是這支被很多人看輕的日本。這場球落到最後，老馬想跟你說的是，日本能走到今天，靠的真不是運氣，是幾十年熬出來的笨功夫。1993年，人家就辦起了職業聯賽，一波一波的把年輕人往歐洲推，老老實實熬了30多年，才熬出今天這支敢跟巴西叫板的隊。這裡頭沒有什麼彎道超車，就是一年接一年，一塊磚一塊磚往上壘。這2年亞洲足球的風向也在變，日本的世界排名已經悄沒聲的爬到了亞洲最靠前的那一檔。至於拿來跟咱們自己比，老馬今天不展開，就撂一句，人家盤算的是怎麼跟世界冠軍過招，咱們跟人家之間隔着的是整整2套體系，差着好些年呢。點到為止，誰聽都懂。最後也得給巴西說句公道話，這場球巴西贏得驚險，但贏得有含金量，被壓着打了大半場，落後了小半場，硬是憑着卡塞米羅的頭球，馬蒂內利那最後一腳把命給續上，驚險晉級16強。下一輪他們要碰科特迪瓦和挪威這場的勝者，真要碰上挪威，那邊可有個哈蘭德，當今足壇頭號大殺器。巴西想接着往下走，一點都不敢鬆劲，強隊就是強隊，落後了照樣能贏回來，這是巴西的本事，得認。可今天這場球真正讓全場起立的是輸了的那一方，日本的球員拼到了最後一秒，日本的教練一句借口沒找，鞠個躬走了。比分牌上是巴西贏，可那份讓人記一整晚的東西，日本一點沒少拿。這就是咱們老說的那4個字，雖敗猶榮。行了，今天這場就嘮到這兒。今天這場要是落你心坎裡了，點個讚，點個訂閱，再順手開個小鈴鐺。下一場有球，老馬第一時間喊你來看。最後留個問題，想聽聽你的。日本這場你覺得是雖敗猶榮，還是又一次差了那口氣？覺得雖敗猶榮配得上一個掌聲的，扇讚扣個1；覺得還是差了這口氣，離真突破還有距離的，扣個2。評論區咱接着嘮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